称霸世界对于美国来讲，货币当然是关键。所以当美元现在面对最大危机的挑战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当沙特阿拉伯不再续签这个合约50年石油美元时代结束了吗？因为买石油用什么货币来交易，决定了世界以什么货币为中心点来看齐嘛。那美元会这么的强势，当然跟买油有关系。如果石油确定不再以美元计价，会导致全球对于美元的需求立刻会下降。那这更可能会让美国的通膨再上升，利率上升，国债市场疲弱，这都是一连串的连锁效应。那这个本来要签的，为什么一直拖到最后宣布不签？那沙特阿拉伯不再续签，会怎么撼动霸权的美元地位？利雅得目前说这个首都这里的判断可能使用美元以外的货币作为石油出口来定锚。这个包括的可能性有人民币欧元卢布日元甚至考虑用比特币数位货币，因为其实好几个国家自己也发，像中国大陆也发中国的数位货币等等，这种数位货币也是可能的考虑的时候，这样摆脱石油的美元体系，会让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这些中东国家更有广泛的地缘政治的调整的空间例如像很多发展中国家要减少对美元依赖的时候，避免被制裁啦，那可以加强跟其他经济大国像中国啦、俄罗斯啊、金砖国家另外一个货币的合作系统的时候，这个经济体可以产生的强势的作为，哇，这影响本来是金砖国家自己说一说当连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都不再以美元来交易的时候，这个影响就真的大条了所以中东资本瞄准中国市场，分析起来就有另外一个更深入的不同角度了。根据路媒的报道，过去1年多，中东的资本不断在中国市场扫货，资金一直进入的中东资本呢，都是针对主权基金展望后市，还有中东资本要加大对中国企业投资，还只是开始而已吗？那因为被说外资逃走是欧美的外资在中美对抗底下一直离开中国大陆，那么中东这些资本进去补得了多少，或者是影响本质的中国的新能源车啦、自动驾驶这一类的企业，同时也可以带动自己中东的成长有多少？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括赖清德总统一直说，希望两岸观光能够恢复啊等等，但问题是中国大陆观光客去哪里了？欧洲国家就说观光客中国大陆没有回来啊。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疫情之后，中国大批的游客出去了哪里？涌向了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埃及、摩洛哥等等这些国家，中东还有北非。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到中东旅行的预订量已经增长了3位数。6月份，甚至阿联酋旅游机构透露一共接待了去年120万名中国游客，光阿联酋而已。那么游客人数预计今年还会再大幅成长，所以分析师跟业内人士都预测未来这种中国跟中东的合作，把欧美的游客全部吸引到中东去之后，将会有很多质上的量上的变化，包括国泰航空也要开办香港跟利雅得直航的航班，10月开始，更多的一带一路的共建国家的联盟文化交流、观光交流，起航的仪式会在6月6号香港举行。所以呢，连续遭到美国跟欧洲制裁，在关税上电动车的中国大陆，他们怎么做？现在转向开发中国家。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说，失去西方市场之后，那中国的出口机器还能继续运转吗？这个报道内容告诉大家，欧盟对电动车科语的新一轮关税还有重塑秩序的概念现在往开发中国家去补，包括这些中东国家，会影响的是有办法运转吗？我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么当欧洲祭出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大幅关税的这个所谓要制裁之后，其实是自己国内的汽车业相关类股全部重点重点，因为怕如果中国大陆反制也往汽车这个方向走，就影响非常的大。但想不到中国先做的是什么？乳制品、猪肉先反补贴调查，那这也是出口的大宗，当然也有针对性，针对欧洲哪些国家。接下来是不是汽车也要传产，油电车也要加以所谓的反制？之前不知道，但其实这些企业都已经剉咧蛋。至于 G7 像这样子的个联盟的画面，看起来西装笔挺。那我看到他们的会场也是非常的美轮美奂，在豪华的度假村。可是呢，被说除了意大利总理以外，其他6名领袖都是跛脚鸭。最后晚餐什么意思？你看比方说这么一个人。
民调第1名的杜鲁道公开表示，每天都在考虑辞去他疯狂的工作。如果不辞，说不定也是名义上民调越来越低，会影响他自己政党的地位吗？肖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欧洲议会选举遭遇重大挫败，位置可能不保。更不用讲岸田文雄到美国去回来以后，其实降到了支持度以来最新的低点。马克宏更厉害啦，苏纳克也是啊，马克宏直接解散国会啊，提前大选做最后的苦战，能不能留住不知道。所以标题变成G7 变成梅洛尼跟6只跛脚鸭，那蛮尴尬的啦哈。所以当11月大选的拜登现在也面对了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民调都在各州落后的情况之下，儿子 Hunter 啊，还因为非法持枪持毒这个被定罪。跟川普的首场辩论2个礼拜，也能想象2个礼拜之后他就要跟川普辩论了。他今天只有讲说，我不会帮我的儿子特赦啊，他如果特赦还得了？但问题是，接下来的辩论选举结果，其实大家都觉得还很难说，没有人有把握的时候，明年 G7 跟梅洛尼拍照的会不会通通都换人？一群弱势领袖怎么领导西方？这是很多的外媒分析的角度，让大家质疑。偏偏又要抗中，在俄乌战争中，中国大陆的全球性竞争这些挑战，对美国来讲，已经不是单一的课题，已经是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大的麻烦。亮哥怎么看沙特阿拉伯这个决定？沙特阿拉伯跟美国这个石油美元合约啊，是有历史背景的啦，就是美国是那个中东石油的最大买家嘛，然后沙特也需要美国的安全担保啊，所以就做了一个大交易。那目前呢，美国已经不是买家，甚至是竞争者啊，它最大买家变成中国啊，买了26%啊，然后呢，安全担保它跟伊朗的矛盾正在化解，所以安全担保坦白说了，美国有时候还会忌惮以色列，所以有一些战略性武器都不卖给他，事实上东风导弹就是中国卖给沙特阿拉伯，所以不管是石油的贸易啦，还有这个安全担保，沙特阿拉伯都不需要美国啦。那另外因为今年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刚参加了金砖国嘛，那今年的主题就是非美元支付啊，所以我觉得他也要表达一下立场那所以这个也是增加他未来地缘政治的铺排，还有增加他这个各种货币资产的多元化啦。因为他现在太集中投资美元资产，所以对他来讲风险太高啊。而且美国动不动就会用 SWIFT 来制裁别人啊。那中东土豪也会怕啊，因为沙特阿拉伯也不是民主国家啊。所以我觉得有种种考虑了啊。那这个事情如果开始成真啊，我认为中国一定是第一个，就是跟沙特阿拉伯这个交易，他就会开始想说，可能部分用人民币来支付，因为它这个量非常的大26%，而且它这个会有联动性，它会联动很多这个 OPEC 的国家也开始用同样的做法，因为它旁边就几个小弟都他的好朋友阿联酋、卡达，那还有其他的跟美国也没那么好的比如说那个伊朗或者是我们说那个伊拉克委内瑞拉立刻跟进所以这个对美元作为国际的贸易货币的占比，一定会有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个冲击之大，包括它的选情都一样的不妙嘛。朱老师，你看看中国大陆光是游客在跟中东的转移，还有包括投资，欧美的外资撤，但就有其他的可以补得上，这有办法衔接得上吗？首先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货币的这个使用其实在全球来讲的确有增加。整体来讲，就是说，在过去几年，这些非传统货币，包括这个人民币啦，包括澳元啦、加元啦，乃至于一些北欧的这个货币，其实它的使用都在增加。那所以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决定呢，它当然会加速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不过呢，整体来说，美元占这个主导地位，美元占这个绝对多数的这种情况呢，短期间是不会改变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几个数字因为其实过去几年这个趋势就已经持续增加。就我刚刚讲，中国大陆货币以及其他这种非传统货币提升，就是已经在持续了。但是美国的这个占多数这个结构没有太大改变。
大概从2020年代60%，现在掉下来到58%。我讲这个60%到58%，就是说它在全球各国中央银行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它所使用的货币仍然有58%是美元。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字，就是全球贸易的这种信贷，它所使用的货币，那美元占多少？84%，欧元也不过只有5%。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当然2个因素。第一个，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因为虽然说其他国家它会使用人民币或其他的非传统货币，但是呢，它必须要在它所有的交易上都能够使用人民币，那么它才会增加去使用人民币。而目前这个结构仍然是美元嘛，就是说你除了石油之外，你买其他的商品，购买其他的服务，仍然是用美元交易啊。所以你虽然石油它现在不是说不用美元交易，它是说是不必一定要用美元交易。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因为有一个这种就是所谓规模经济或范畴经济的情况，所以其他货币要在短期间改变，这是很难的。像全球人民币使用现在是多少呢？就以这个外汇储备来讲，人民币大概是在3%左右啊。那以这个全球的这个外汇使用来讲，或者我刚才讲这种外汇的信贷来讲，人民币也差不多就是3到5之间，所以它距离还是蛮大的。但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也是最根本的因素是什么？因为美国有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金融体系，其他国家都会，就是其他国家人民、企业、政府都可以把钱存到美国去，它可以非常自由的流通。这种国内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这个大概在其他国家是比较难以跟得上的。那像中国大陆，当然考虑到它的产业政策，它的这种经济安全，所以它对这个资本账的开放，对于金融体系的开放，它是非常谨慎。那这个当然就会限制了人民币的流通跟使用。所以我认为整体来讲，美国的这种占多数的这种结构，短期间还是不会改变。可是冰山一角哦，当融了一块之后，未来美元还有没有办法这样称霸，其实是出现了很大的警讯。那包括了这对于中国大陆的挑战，这 G7 的组织还有没有办法这么强力影响社会国际的秩序，都还很难说。我觉得 G7 就现在很明显的面临金砖这个挑战嘛，哈。这个金砖来讲的话，现在有很多国家等得进去。其实金砖国家就是以中国为首，联合这种中等的强国来对抗G7这些强国。那这是看这张照片里面，其实很明显看得出来，为什么梅洛尼比较安全呢？因为他本身就是极右派的，对不对？那其他人来讲，他大概中间偏右啊，或者走中间。但是欧洲现在这次这个欧盟会议选举、议员选举里面，我们就看得出来，其实欧洲这个因为它通膨的关系，还有它的这种俄乌战争的影响，造成它整个这个社会民主结构开始慢慢就很明显的向右边来靠拢。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看到这次当选的，包括像法国马克宏来讲的话，他所属的政党得票大概只有15%都还不到，14点多，反而雷朋当初跟他竞争对手得票超过他的1倍以上，到30%。所以可以看到，整个欧洲因为俄乌战争还有这个通膨的影响，其实很明显的民心有很多改变，积极的走向这个极右派，向极右派来靠拢。所以明年来讲，我想说这次不管是欧洲啊、英国啊，都面临这些问题。那我特别要讲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如果说沙烏地阿拉伯去除美元当交易来讲的话，对美国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为什么？大家要记得，这个美国第2次波湾战争，也就是这个攻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他用什么理由呢？我记得那时候，我想大家都还有印象，鲍威尔啊，他国务卿拿了一罐洗衣粉，然后在那边说这就是证据，对不对？哈，他利用后来他也承认那罐只是洗衣粉，他说这个是生物毒剂，所以他利用这名义去攻打伊拉克，结果后来把海珊都吊死了，海珊也被他们最后处死以后去整个伊拉克翻了一圈，什么生物战剂，什么致命性的武器也都没有。那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伊拉克海珊来讲，他不要用美元来做石油交易，他要用欧元，所以美国来讲认为他美元在石油这个影响霸权的地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元就会跟美军还有美债连接在一起。当我国家军力强大的话，我就逼着你用美元，对不对？你石油不要逼着你用美元，因为我美元值钱，我就可以去发行美债。我有美债以后，我这个回过头来，我借了钱以后，我就可以培养我的美军，所以它是循环在一起的。那这次来讲，如果说是沙烏地阿拉伯带头不用美元，它可以用其他货币交换来讲的话，我想说影响的不只是沙烏地阿拉伯，会整个 OPEC
国家来讲，都会受到这个所谓蝴蝶效应的影响，会不会连锁到其他产油国家也？这个欧佩克这些国家也开始，我也学习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我开始就不用你美元来做石油交易。那美元之所以现在还值钱，就是因为它还跟石油平常讲是挂钩。当一旦不能挂钩来讲的话，紧接着很惨的，美国的这个经济将会被打回到基本面，也就是说，会面临很严重的经济衰退。尤其它有这么庞大的国债状况之下，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这个很不好、而且很难过的一个消息。接下来休息一下，我们还要看东协，东协也一样有相对中美之间的对抗跟挑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国大陆以基建的实力，“一带一路”在征服这个所谓其他的国家，包括东协啦哈，但是跟美国的对抗，有个说是最新的大进展是来自于泛亚铁路。习近平宣布啊，中国正在以高质量的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啊，更大给大家的全球的其他的国家的机遇是。全球南方的议员可以帮大家一起来努力，例如像王毅宣布的，要加快推进中泰这些大项目。泰国已经加强高层交往，已经同意了嘛？我们前2天就讨论过，泰国已经同意这个铁路可以直接从老挝直接。铁路7月中试行之后，马上的可以打通整个陆路运输，一直到海上。而越南也同意要用中国轨距，这件事情也一样哦。对于中国轨距的制度建立之后，20小时之内2条关键铁路也被说同时传来捷报了啊。这个泛亚铁路的建设呢，让中泰、中越铁路都成为国际标准的化。那整个从中国大陆一直延伸到越南啊、泰国啊这些的路线，陆路交通全部打通命脉之后，当然世界的地图就会重新不一样的改写。王毅会晤的印尼统筹部长也说，双边关系发展有重要的机遇，同样也是针对3大铁路，包括了万隆城市列车、机场列车、新国都城市列车，用基建再打入这些国家的新领域。美国能够插手吗？根据外媒的分析跟看法哦，日经新闻报道的，东协这些国家今年 Q1 对于美国出口额超越了中国哦，那看起来对美国会比较好事吗？但东协国家的依赖会在哪里呢？创下6季以来的首现。但是对于东协的贸易活动、全球供应链转移发生了重大变化。纽约时报的看法当然会站在美国这一边呐哦，因为美国做了一些改变，它成为低调的超级强国，但它还是超级强国嘛，这已经快要被打成问号了。这个分析里，他不用再高高在上指点盟友，还是他没有办法再高高在上。那所以印太未来考验美国，从乌克兰啊、加萨啊、G7 啊，地缘政治的变化多端，连纽约时报都不得不承认说，美国对其他国家不再是自信的安全保障者，不是说我很厉害就信任我把这种美国队长的超级强权，而是现在必须低调，甚至必须找出其他的可能的方式。你看，面对这些基建的破口，怎么因应呢？包括过半的东协民众第一次在一个调查来自于新加坡的智库研究，认为东协人民如果必须要选边站啊，你选中国大陆还是选美国？50%受访者选中国，49%倾向美国。虽然很近，但这是所有2020年调查以来第一次中国超越了美国，这都跟“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受益有关系。而大陆把美国逼到墙角了吗？大家各种的看法认为，例如中国同意延长350亿货币的互换协议的时候，阿根廷松了一口气，这克服了外部支付的危机，两国经济可以维系。跟纽西兰总理的会谈，李强宣布把纽西兰纳入单方面免签国，这个都对于美国在这里的这种副警长等等的这种角色，都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种扩大贸易规模，被认为李强7年之后重返大洋洲去访问，也是他们想要在这个地区提升地位的重要手段。安全担忧、贸易希望，才是两国议程中相互讨论的重点。美国还能够插手吗？从美元讨论到现在全球南方基建的各种往东协去延伸，亮哥怎么看呢？这个东南亚出口到美国超过中国，主要就是因为有岸外包嘛。那有一些项目，那个由于贸易战的关系嘛，所以中国大陆有一些外商就转到越南啦、泰国啦，
马来西亚都有啊。所以这个叫做美国影响力的扩大吗？搞不好里面有很多都是大陆企业，也对哦。所以我就不知道《纽约时报》到底在分析什么啊？《纽约时报》这个话可能是讲给拜登听的啦，让他不要失去志气了。事实上，拜登推的印太经济框架跟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双边协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成的，反而是台湾没有参加印太经济框架，那还跟美国谈了2轮，对不对？那请问他在干嘛？美国在干嘛啊？所以那这不要讲基建啦，我觉得中国大陆它之所以发展基建，那当然就是想到整个中国跟东南亚的贸易额，实际上它的总贸易额已经超过1兆美元了，是遥遥领先第2名的啦啊。那这个态势，美国跟东南亚的总贸易额，事实上大概只有中国跟东南亚的1/3啦。那没有错了，出口是东南亚到美国增加，可是美国到东南亚并没就数额很少嘛。当然服务业有了，服务业并没有计入啊。是。那如果就货贸来讲，其实中国出口到东南亚跟东南亚出口到中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你就看出它的互补性啊。那如果再加上这个泛亚铁路的完成啊，那这里面一定会增加很多旅游业啊、服务业啦的进一步发展啊。事实上，我认为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一定我觉得很快就会变成中国经济的腹地啦，就它就直接外延出去了啊。那现在只是差在越南啊，越南因为泛亚铁路越南那一段啊，一直卡在这个越南政府了啊。那还有坦白说了，他跟中国跟日本的商讨的过程都不是很顺利啊。那甚至日本一再拖延时间嘛，还说可能要搞到2040年这样啊。所以越南这一段不太顺利，可是从老挝到曼谷这一段很顺利啊。那曼谷接下来会不会因为马来西亚吉隆坡跟新加坡接通，那就整个贯穿中断了，真的啊。那缅甸那一段，因为缅甸现在也不太稳定，所以中段我觉得会先完成。那这个就会联动到很多的新的行业跟中国做进一步整合，经济命脉。对，可是美国并没有这样的东西来整合东南亚的经济啊。没错。比如说，它半导体要去投资越南啊，那总金额它声称要50亿美元啊，那请问现在有多少到位？而且越南要做半导体，恐怕还是以封测为主啦，还是蛮低端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跟美国的产业结构有关啦。因为东南亚国家所需要的很多的工业啦啊，或者基建啦，那刚好都不是美国在场了。所以当然美国能够插手吗？所以中国输出就是会比美国多嘛，就是这样嘛。就是那不是美国专长的事项嘛，是，所以趋势也必然只有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哦。卓老师，当泛亚铁路整个打通，如果真的像刚刚中段都完成的话，越南必然现在连这个制度上面都愿意在所谓的铁轨的制度跟规则上配合，显然开通或者是一起贯通也不远啦。当然，因为这个其实是对越南有利嘛，不管他这个。领导人怎么想啊？这个不能跟钱过不去啊。那而且越南它这个地理位置，它这个地形是很狭长的，那所以它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国内市场，它一定是要连通其他的这个东南亚国家，甚至它需要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因此，它必须，它不可能使用一个跟中国大陆、跟东南亚其他国家不一样的系统。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民调东南亚这个新加坡这个智库，我想稍微谈一下，这个就是新加坡这个新加坡国立新加坡大学的这个东南亚研究所他们的调查，这个调查很特别，因为它是针对东南亚10个国家，总共1900多人做的一个调查，它主要是一个精英的调查。当然时间是长时间在做啊，就是所以每年都在做，所以很有参考性。那这个调查今年我觉得分2个部分讲，第一个就是在于说，他讲到了说，如果美中之间发生冲突，或两边你只能选一边，到底你要选什么？选哪一边？那去年还是60%的人选美国，就今年只有49%选美国，今年50%的人选中国大陆。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看个别国家，比如像去年印尼跟马来西亚
都还是选择美国。那今年他们都改选了中国大陆，就是说整个比例来讲，他们选择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数啊，增加了20%几。然后呢，去年就选美国的，像这个菲律宾跟越南，今年还是选美国，但是他们人数，他们这个比例上呢，没有什么增加。那我觉得最值得观察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泰国，因为泰国它是美国的条约盟邦哦，它跟美国是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哦。但是泰国在这个选项里头，它也选了中国大陆哦，所以说你看这整体的一个趋势，尤其像印尼，因为它是东协的老大哥嘛，所以它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一个国家。那再来，我觉得还有一个在这个电视墙里有没有谈到，就这个民调，他也问了一个问题是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的时候，东南亚国家应该要怎么办？它有几个选项啊。一个选项就是说，应该要发表外交声明，反对使用武力；一个是说要这个制裁；一个就是采取中立；然后另外呢，就是说采取军事协助军事协助，他用了军事协助。结果我们看到刚才几个选美国的国家，比如像说，就两边冲突，他选哪一边？那比方越南跟菲律宾，他们支持军事协助的也都不到10%啊。绝大多数的国家选择是什么？就是说发表一个外交声明。来反对使用武力，他连那个经济制裁他们都不赞成。那么还有一个国家很特别，就是我刚刚讲美国的条约同盟泰国，它居然是这里头唯一一个选择要维持中立，而不是唯一一个，因为其他还有像辽国啊，像这个中国大陆传统的这些关系很密切，他也选了这个中立。但泰国它是美国的盟国，居然他也选择的是中立，因为像印尼、马来西亚他们都选择说发表一致声明。结果泰国选的是中立，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东南亚国家要有个清楚的认识，不要有过度的期待。我觉得那样子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失误。是，的确，将军在我们现在单边依赖的这种措施底下，要面临的当然就是更艰困的处境啊。我觉得这次如果说是大陆跟这个秘鲁建立港口来讲，那美国真的都凉了。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航空母舰海军。它绝对是一种攻势的主义的部队战舰，它航空母舰不会拿来做防守了。那你美国现在之所以海权能够那么强大，每天到这个太平洋这边来耀武扬威的，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航空母舰嘛。当中国福建号成军以后，或者可能第40艘、第50艘成军以后，那会不会换成中国？现在如果秘鲁那边在中国协助之下建立了这个大型的港口，可以停靠航空母舰的话，那我们讲会不会有一天，对不对？就变成中国军舰到太平洋。到彼岸去，到美国那个沿海那个地方去自由航行一下，这东西我觉得很可能会发生的。但大家不要以为当笑话，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看到，譬如说是柬埔寨渔场基地，他协助他盖的那个码头，你知道，就350几公尺长，就是可以停靠航空母舰的。那你盖那么大的码头，不是停靠航空母舰是干什么？在柬埔寨。另外，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有几个国家比如像所罗门，前一阵子传出说中国要在所罗门那边建立军事基地，当然后来两个国家出来否认说没有这回事，但你确认就确定没有吗？那另外你看东加那个海岛国太平洋岛国也是在发生它火山爆发的时候，前年火山爆发的时候，第一时间去做人道救援的，派运20飞机的，反而不是美国，也不是奥地利，反而是中国运20立刻实施人道救援。当然，这些国家目前来讲的话，跟中国都建有邦交，然后他也否认说会让他们这个基地会让美国来使用。我特别要跟大家讲，地球是圆的地球圆的来讲的话，美国来讲，如果说要到东太平洋来讲，它的基地大概就是夏威夷檀香山嘛。但是你如果说坐飞机来讲的话，这条航线其实是最远的，因为它是刚好在赤道这个位置。其实如果说是按照大球这个算法来讲的话，航线来讲它是最远的。那其实到美国去反而最近的是从中国出发，有经过南海所罗门群岛，然后到达东加，然后再来到诺鲁那些，然后再到美国。所以你看诺鲁这个年初也跟我们这个断交了然后也跟中国建交了。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简秋。这节国际国内议题来宾，第一位是我们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各位观众大家好。
两岸的议题，虽然赖总统在《时代》杂志的访问来说，他没有要挑衅，想要恢复正常的关系，甚至还可以帮助中国大陆等等，这样的言论算是善意吗？有可能降温吗？先看看两岸实际的军事演习行动。解放军继续说是在国军严密监控下，国防部表示，中共有16机舰台海活动，最近距离一直在靠近，那么最近的距离就在鹅銮鼻50海里的地方。为大家感受到，除了上一次这个环岛的军演之外，这一次直接往南部这么近的鹅銮鼻附近走，是不是就是封锁的概念呢？那这个独家消息又说，这个5月31号发生了一艘荷兰皇家海军由南往北通过台湾海峡这个路线的时候，就曾经接近台湾海峡中线以东。这个时候谁出现了？不是我们台湾的任何的军方的人员啊，是中国解放军派出了一架动54A 的南通号飞弹护卫舰到现场去护卫舰去监管把这个海峡台湾海峡以东的区域已经视为内海。在管理的概念的时候，知情人士分析说，包括渔船、登船检查这些执法范围，都可能都在落实把这个海域内海化的状况，所以不止荷兰的船舰，未来其他的国际船舰也有这个情况吗？那如果整个收拢下来，像这个演习的范围要封锁台湾的邻近的海域的时候，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解放军对台湾叫做温水煮青蛙，这个分析是来自于上报。他说，解放军5月进行这个2天的联合利剑专家都认为看起来好像是温和吗？没有实战演习吗？其实正在采取温水煮青蛙战略，推动军事存在的常态化。然后中国大陆如果不是直接入侵台湾，只是采取没有大规模的暴力的封锁，让其他的不管能源商船物资都没办法进来的话，美国就难以做出军事回应驰援台湾，有可能吗？各种的外媒也分析报道说，在大陆攻台有新招。Bloomberg 的报道，他认为大陆对台湾的战略策略已经改变了嘛，不一定是武功，不需要做这么强烈的付出，可能有代价。原本的认知武力犯台，转变为最简单、最不耗成本的救市新战略，截断台湾海上运输，主要瞄准的是台湾的高雄港嘛，刚好2篇报道是有呼应的那所谓的不用付出高代价就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法，实质控制台湾有没有可能发生？美国的态度又是什么？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大陆崛起是个很大的威胁。美国已经跟过去不一样美国队长随时像超人一样，你一喊他就出现在现场维护正义现在没有了，现在叫做从保姆变队友了。队友只是我需要的时候我有来得及我有时间我就去帮忙。也就是说，不再是自信满满的安全担保国，而是军事现代化跟科技发展的一个热切加油打这种热切的队友吗？不知道。那是不是当然也有分析认为跟战争武器要卖有没有关系？当然还有他国内的选情要顾。这些分析综合起来看看中美在各自战队各种的联盟关系里的影响又是什么？美军联合军演有一个大动作，在印太地区的回应这个勇敢之盾2024，所以呢，立刻解放军南部战区也回应它，包括了组织3艘的动55跟1艘的052C 的导弹驱逐舰编队，然后常态化的做实战化训练，监控美国的航母在南海的联合军演，所以互相都有各种的对峙。中美在军演上互相看望着对方，但是在南美呢，中国大陆现在新建了一个巨型的港口的时候，美国反而被说是背脊发凉，因为秘鲁前海建立这个超级港口的不安来自于加速南美洲跟亚洲之间的贸易整个畅通了起来，而北京更可能在华府来被视为后院的这个地盘插旗之后，资源丰富的南美洲影响力当然顾也顾不了喽。这个港对中国很重要预计习近平年底会在他疫情后首次访问南美大陆的时候，亲自帮这个港口落成来揭幕。华尔街日报甚至分析，他认为美国担心的状况是，中国一旦掌控了南美洲第一个具有全球商业枢纽地的港口的话，会让北京有什么影响呢？进一步取得区域资源，加深对美国几个最亲密邻国的影响当然除了交通贸易，还有在附近的军事据点更是关键。如果中国大陆的军事据点也拓展到美国的后门，
当然情况也就不一样了。所以从台湾海峡这个最近的军演封锁的模式，是不是产生了战略上的改变？外媒的分析，亮哥同意吗？我礼拜4的直播就做这个题目啦。事实上是 CSIS 美国智库的一个报告啊，它也不是说是取代武统啊，这样讲太离谱了。多一个选项吗？也不是，是说他在往武统的路上走，他会有几个步骤啦。比如说这次的利剑联合利剑2024A 啊，基本上是逼近然后围困嘛，那他没有用实弹嘛，对不对？没有。那接下来 B 是可能是什么类型啊？那也许不要用实弹，那就是锁啦。所以这个 CSIS 做了一个兵推，那台湾也有人参加啊。实际上国民党就是黄介正老师啊，那个我记得民进党应该是林飞帆跟赵怡翔啊，因为林飞帆刚好待在 CSIS，所以。我觉得美国就是认为说，接下来中国大陆很可能会做这个动作，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最近6月15之后要开始全面落实海警法，就海上执法，没错。那海上执法，它当然是针对东海跟南海嘛。那你认为台海会漏掉吗？这个南海当然就是针对菲律宾嘛，因为菲律宾不断在那边跟他纠缠嘛，所以他可能就想说，我干脆就执法，那我就扣人。扣船，然后人就送刑事，那船呢就你来赎嘛，因为日本就是这样做啊。那他最近也有26艘海警船从第一岛链一路扩展到南太平洋，都已经经过巡演了啊。那最近就是我们讲那个海警编队啦，就在台湾的东海岸比较往北那一带在做操演啊。那他在国际上事实上也不断的在这种国际的法律战，所以他那边报告主要是在说啊，他有可能借由局部封锁或全面封锁，可是他不是用封锁这个字啦，他用隔离啦啊，就 quarantine 啊，就是我们讲那个疫情隔离那个字了啊。那他的意思是说，他主要是要凸显法律的意义，就说比如说假设是高雄港，那他就要求。要进入高雄港的所有船只，包括国际的船运公司啊等等，说他要登船临检，那看你要不要遵守。那他做的报告是这样说啦，只要有75%以上的国际公司都遵守他的要求啦，那这样就算达阵。他就是在跟全世界宣称这个地方是他的一部分啦，所有权。对，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海域它有权临检啊，它主要是要凸显这个国际法律上的意义了啊。所以你不断的看它最近那个波茨坦宣言又拿出来了啊，然后各国在签这个联合新的双边声明，都会要求对方要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还有275报告决议，美国不是跟中国杠起来吗？啊，都跟这个有关哦。所以 CSIS 那个评估。我觉得是根据两岸国际的一些情势做的一个判断，就他可能会步步进逼啦。那现在就是我们广义讲的嘛，就是说海警金门海域不是禁限制水域被没收吗？那他未来就要进一步说高雄港、澎湖这些也没收，那我随时可以根据我的海警法来做登船临检，不断扩大。对，然后结合的是海警船。跟海上民兵做内圈，然后外围是军舰啊，那甚至还有空军啊，这个是 CSIS 的报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不要把它理解为是我们又来吓台湾了，不是的。所以因为它这个报告真实性很高啦，所以彭博就转载嘛，那昨天自由时报也转载，是啊。那事实上我是觉得我们的立法委员应该要问国防部跟海巡署啦，请问你的因应对策是什么？因为这个真的有可能发生哦，你不要低估哦。因为在争议海域，意思就是中国大陆就不让了啦，以后在南海、那东海啊，所以日本很紧张啊。日本就想说啊，你如果钓鱼岛来跟我 PK 啊，我的海警船还搞不过你啊，因为中国的海警船6000吨以上有70艘啊，你怎么弄啊？
那你怎么弄呢？这个我们台湾的海警船3000吨以上只有6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他为什么用海警船？因为不至于引起军事对抗，所以就有这个广义叫灰色地带作战啊。事实上，顾立雄都承认了，就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像亮哥所说的这样的战略的调整的做法，其实这听起来已经是正在扩大而正在实施当中的步骤，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军方与您将军的专业认为有可能怎么因应，能怎么因应之外，像淡水这个一艘船就这样奔进来，也是可能其中的一环吗？我觉得说，如果说是这个解放军现在这种手段，就是灰色地带作战。灰色地带作战，当然它的定义就是在正式军事冲突之前所发生的一些准军事行动的一些对抗的这种前奏。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我们不要去想说海军舰艇、无人机或者空军这些飞机。我们从淡水这次事件来讲的话，我自己深挚的去了解以后，我发现说我们的海巡够吗？对不对？你不要老是在那边看那些军舰。我们从马英九时代到蔡英文时代，我们海巡的这种经费拨了多少？按照报纸上面播的数据，这个马英九时代总共花了240亿的这种台币去造舰，蔡英九花了多少？已经超过800亿造了军舰。就造了军舰以后，花这么多钱，就人家一条小艇就这样子大拉拉的从淡水河开进来。那为什么人家可以从那边开进来？为什么花钱造舰？我特别要说，第一个，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已经是第3次发生了，只是前2次媒体都没有注意。第一次是在2021年的时候，5月有一个台中，他进入的是台中港，他在淘宝网买了一个军用的橡皮艇，就从台中上来了。第2次是什么时候？是2个这个大陆的男子，他在菲律宾打工，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想回家，没办法回家，他又异想天开，骑个水上摩托车，想要从菲律宾骑回大陆去，结果没想到飘到台东也上来了。那我们海军也是毫无所知。那这次来讲，因为是进入淡水河口，而且很丢脸的是，因为民众去报案，所以才发现说这个人进来。那海巡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这边特别说明一下。第一个，大家知不知道？我跟大家讲，大家可能觉得没办法相信，现在把责任全部怪到那几个雷达操作手。基层啊，是啊。其实你知不知道，当那个雷达上面的萤幕，其实杂讯是很多的，你必须要专业的人才看得懂那个雷达那个萤幕。那这个培养要多少时间？我跟你讲，他们平均估计要5年才看得懂上面的信号代表什么。但是现在的海巡署雷达操作，它的离职率有到10%这么高，也就是你人留不住。那为什么人留不住呢？因为你没有给他加给。国军里面的海空的雷达手都有加给，因为他是专业嘛。那为什么海军署没有？所以说我这替这些弟兄打抱不平。当然去年有补发了，但你一直到去年才给人家，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按理说我们现在我们国家不管是在科技方面来讲，自以为自己是科技大国，但你知道一件事情吗？海巡署居然在李登辉时代把已经废弃的海防钢造全新又恢复了。现在重新是派人力去拿望远镜去看海边，为什么？因为我们海巡署买的科技装备都没有用。譬如说，我们可以用无人机来监视海岸嘛，但是我们买了无人机，买了20架，没办法抗风。那你想想看，这东西有多离谱？所以李登辉时代就把那些已经废弃的钢哨，又开始叫卫兵去站卫兵拿望远镜去看。上次渔船发生意外的时候，没有监视器。类似这种状况，这次也是这样。那另外，你每天花那么多钱造那个船，是不是只是配合让总统去剪彩，然后欺骗国人？你看我们造那么大的船，你造了那么大的船有什么用呢？你上面跟直升机都停不了。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海军艇可以停直升机来讲的话，可能对海防的监控比较有效果。但是从这些等等，我就觉得说，我们自己国家里面真的是要深切检讨，这些国防立法委员要确实是了解一下，到底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也就是光说要因应怎么做，是光发现都无法发现的状态的时候，那这有很多制度面上面，那只能永远让基层背锅，永远问题还会重复发生。如果教授您看整个这次的可能兵推的方向，跟美方跟中方现在的整个对峙的情况，可能的发展对台湾来讲真的是越来越不利啊。的确，现在主要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在这个西太平洋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哦。中国大陆的军力快速的崛起，跟美国是不相上下。美国当然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实战的经验，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但是毕竟这个它是只能够拨一部分的兵力来这里。
它有距离上的这个先天的限制，而中国大陆就在它家门口，而且呢，它的兵力全部都在这一条线上，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美国想要按照原来这种极端优势的方法去处理，跟这个西太平洋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那当然，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南美洲，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在中南美洲的这个势力扩展的很快。那当然，它就像它在东南亚一样，它的这个前端还是通过贸易跟这个投资。那中国大陆现在是很多这个中南美洲国家的主要的投资国。那这里头在这个地区有21个国家参加了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那当然，电视墙上有讲到，就是这个前凯这个新的港口，这个港口大家如果去看地图，它刚好就在秘鲁的这个中间，所以它的位置其实是非常好。那当然，秘鲁也是一个资源大国，而且其实就在秘鲁、哥伦比亚这一块地区，可以说是所谓这个锂矿的这个三角地带哈，就是整体来说，在南美洲有很多的这个锂矿生产国，而锂矿是未来电动车现在电动车里头它主要的电池的一个主要的原料，是，所以说这里头当然会牵涉到未来到底谁可以掌握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发展。现在其实美国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现在有所谓的美国法案，就像欧洲有所谓的全球门户的这个倡议，他们都希望要加速来投资这个地方，但是呢缓不济急。其实而且比较美国的投资，它主要是在什么？在纺织业跟这个医疗设备。那这些设备当然是美国认为说这个地方的相对的比较优势，可是呢，它没有掌握到，它的速度不够快去掌握这个地方对于未来最具战略意义的这个锂矿或者这个天然资源。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这里呢，其实它布局很久，而且它不只是说官方的援助，而且它这个民营这个企业的投资非常多。那整体来讲，现在中国大陆在这个地区的投资，就像它在很多国家的投资，现在的着重就是在所谓的金融工程，然后在新能源那像这些地方呢，其实就带动了它对这个地方在这些产业上的连结，也带动了中国大陆在这些产业的出口。所以不管是新能源也好，甚至是这个电动车也好，中国大陆快速的占据这个地方的市场，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说，它有一个潜在的顾虑，而这种潜在的顾虑已经变成一个实质的忧虑。为什么呢？因为比如像说这个前凯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随着它的经济连结增加，它也在这边建立港口，这些港口都是在所谓的关键的节点上，所以不单是它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是有帮助，而且它怎么样呢？就在未来美国的船舰航行的时候，可能也会面临到它的挑战，因为这种港口它通常是军民两用的，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一个是两个部分，一个是电信。电信上，如果是中国大陆这个投资援助，或者是直接的这种掌握，那当然对于这个地区对外连接也好，或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这种互动来讲，会带来影响。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它会使用它的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基础设施也好，它的这种港口也好，或者它的道路也好，可能也会使用所谓的北斗的系统。是，那这个当然都会对美国带来很深刻的挑战。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个基础就是它的经济连结，这个可能不是美国在短期间可以去改变的。美国的挑战还不止于此，待会我们来讨论的是中东。当沙烏地阿拉伯宣布不续约石油不用美元采购的情况之下，这才是美元时代最大的挑战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